都给我赏！干了这杯，换地方。本系统致力于培养宿主为最顶级的败家子。主线任务：24小时内以为富不仁的方式挥霍白银5000两。整整2万两雪花银呐！爹，给我钱，5000两。多少？5000两？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我不干什么，我就要你桌上的5000两。这可是赈灾银呐！我不管，我就要花，你给不给吧？哎，拿去吧，尽管去花。去最大的米行，快！得嘞，小姐，驾！上来呀！赵掌柜，本小姐今天要买米。买多少？库房里发霉的、生虫的、没人要的陈米烂谷子，我全要了，而且3倍价格收，听懂了吗？好嘞，马上搬。城外灾民饿殍遍眼，许家花注资买烂米喂宠物，这世道还有天理吗？这徐有德真是教女无方，花5000两买烂米？未必。李大人，走，去讨碗粥喝。有吃的了！挤什么挤？这粥我们哥几个包圆了。手滑了，想吃就请吧，本小姐加了料的特制营养餐。疯婆娘，这泥汤子是人喝的吗？这粥不能喝，把粥棚砸了，抢了许家！来呀，快打我！敢砸我们的粥锅，那是命啊！多谢大小姐活命之恩。大爷，你清醒点，这是你，我是坏人啊！只有这粥，那些体面人才不屑来抢，我们才能喝上一口续命汤啊！多谢许小姐传杀之恩，许小姐英明，许小姐英明。殿下，好一招掺杀施粥，以劣驱良。许姑娘，宁背万世恶名，也要救这一城百姓。萧某，受教了。进阶败家任务发布，30天内完成10万两白银资金流动。10万两，刮地皮，10万两够我败的。再写大点儿。小姐，这帖子送出去，名声就真没了。要的就是没名声。让衙役换衣服，找那种杀猪匠穿的褂子。送帖的时候把刀带上，告诉这帮财主，明天午时县衙摆酒，每个人带100两现银进门，少一个子儿，以后别想在桃源县开张。
都给我凑钱，今晚别睡了。把大家叫来，没别的事。最近手头紧，想借各位的钱袋子花花，谁赞成，谁反对？大小姐，这是小的棺材本了，求大小姐高抬贵手。几千两，距离10万两差得远。这是许家发行的贵宾通关令，一张200两。买了这卡，以后在桃源县那就是我许清欢的人。谁敢查你们的税，报我名。妈，许小姐，这张卡当真能在这个县城畅行无阻？废话，这桃源县我爹说了算，我说了算，偏塌了有许家顶着。诸位，这哪里是一张卡，这是特许经营权，200两，我要了。我要2号，我出双倍，把那张8号给我。翠儿，去把师爷李胜叫来。告示，咱们许家招人就招那种地痞恶霸，有案底、没人性的那种，工钱每月5两，签卖身契。等我把这帮恶霸放出去，桃源县必定鸡犬不宁，流放岭南指日可待。这5两银子都快赶上小丽半年的俸禄了，这哪是招人，这是在养死士。大小姐，这钱给的太多了，那帮人拿了钱就跑怎么办？跑不了，让他们签卖身契。谁敢跑，我让我爹发海捕文书，抄家灭族。去办吧，告告贴的显眼点，最好让全城人都知道。徐家这是疯了，公然招揽亡命之徒，这是自取灭亡。把今天的事记下来，一字不落，这就是铁证。想要钱，许家的银子只有听话的狗才能吃。大小姐，您这话说的可不好听，这钱我拿了，至于听不听话，那就不好说了。李胜，听清楚了，这是许家的规矩，想要钱就得签卖身契，谁敢拿了钱跑路，我让我爹发海捕文书。当然，好处也有，每人每月5两银子。大小姐，我签，我愿意签，我也签。大小姐，我听话，我保证听话。大小姐，我也签。从今天起，你们上街巡逻，看见那些摆摊的、占道的，统统给我掀了！我要让桃源县鸡犬不宁。散了吧，明天卯时集合。记住你们现在的身份。拿了我的钱，穿了我的衣裳，就得给我把那股子狠劲儿露出来，别让我看见谁还缩头缩脑的，丢人！兄弟们都懂，谁敢给大小姐添堵，我们就让他没路走。官爷，小的立马走，这就走。瞎吗？没看见这路是给人走的，东西不许过线。再敢把炉子探出来一寸，老子收了你的锅！哪儿了？
20文，您数数。差哥，这线画的好啊！以前大家都往路中间挤，现在路宽了，富户的马车能进来了，我生意多做了30%，这20文罚的值。报告大小姐，整条街的刺头都被我们平了，横着看、竖着看都是一条线，光罚款就收了2两银子。干得不错，但还不够。他们在这儿摆摊，占的是我的地，赚的是我的钱。特许经营费，1块牌子10两银子，不交钱的通通赶走。兄弟们，干活！大小姐有令，想在这儿摆摊儿，得买许家的牌子，10两银子1块，没牌子的立马滚蛋。官爷，这是10两，您数数。这牌子我买，我攒的棺材本给我1块，我还要给隔壁老王带1块，都有，别挤，排队。你疯了吗？10两银子，那是你1年的血汗钱。大小姐，这钱给的值啊！以前提心吊胆，1年孝敬钱就得7、8两，还得受气挨打。现在有了这牌子，那是许家认的摊儿，有那几位官爷杵着，那别就说10两，15两我也买。这是许家的特许摊位，菜新鲜着呢。大小姐，牌子不够了，隔壁街的都跑来了，一会儿功夫就收了5000两。加价，后来的15两1块，爱买不买。高，这就叫饥饿营销，小的这就去办。想做个恶人，怎么就这么难？殿下，这许家女是在敛财啊，这可是明晃晃的搜刮民脂民膏。走，去徐府，姑想跟她好好聊聊。总感觉有人在盯着我。刘二，去把城里的木匠都给我找来，我要让这条街变成大钱第1街。得令。唉，这届反派怎么一个个都这么有事业心？殿下，这是乱政，用流氓治民，饮战止渴。那特许经营费分明是横征暴敛。且看那是谁家的马车，以前这路没法走，如今富户的车马能进来了。以恶制恶，以刑去刑。这许家女懂法家精髓，更懂人心算计。都给我听好了，之前的牌子只是让你们能摆摊儿，现在咱们来聊聊摊位在哪儿的事儿。这街上的地段有好有坏，凭什么大家都交一样的钱？有的人能占好地，有的人只能去吃灰。所以本小姐决定改规矩，分区竞价。甲区是黄金铺位，就在这街口最显眼的地方，专供大户；乙区在中段，丙区在街尾。甲区摊位底价10两银子起拍，价高者得，没钱的就滚去丙区待着。任务超额完成，奖励退休金50万元。此女大才，她这一手分区竞价，看似是敛财，实则是用价格筛选了商户，用区域划分了客流。这哪里是败家女？大小姐，是不是要把这些钱运回府里入库？小的这就去叫人。入什么库？这钱脏，我嫌占地方。找工匠把这路换成苏州运来的金砖，我要这条街连乞丐要饭都得脱了鞋才能进。翘了，这可是前年刚铺的青砖，好着呢。还有那灯笼全都摘了，换成苏绣的双面绣，里面点焦油烛。我要晚上这条街亮得跟白天一样。铁拳帮办事儿，闲杂人等滚开！大爷，各位大爷行行好，钱都交给许家了，真的没钱了。交给许家？许家是个屁！这桃源县地界从来都是我们铁拳帮说了算。老子告诉你们，交了许家的钱那是你们蠢，铁拳帮的利钱1文都不能少，谁敢不交，这就是下场。刘二，你们是死人吗？我1个月给你们5两银子，是让你们站在这儿当摆设的。有人在抢我的钱，那都是我的韭菜，除了我谁也不能动。给我打！把这帮抢食的野狗给我腿打折了扔出去，让所有人知道这桃源县的钱只有我许清欢能收，这条街的规矩只有我许清欢能定。兄弟们，有人要断咱们的财路，有人不想让咱们过好日子，弄死他们！敢砸许家的场子，敢动许家的钱，你赔得起吗？这大事还要给大小姐交下个月的钱呢，你把她打坏了，这钱你出。
拖走，扔出城去。告诉道上的人，这桃源县主街姓许，谁要是敢伸爪子，我就把爪子剁下来喂狗。以前我们是谁都能踩一脚，如今有了许家这块牌子，那就是有了护身符。许小姐救命之恩，要不是许家的人，我今天这命就没了。许小姐圣明，许小姐仁慈。都有病！从下个月起，管理费涨价。李胜，10万两，拿着。1个月内，我要在这个鬼地方看见一条路。大小姐说的是城西那座荒山？对，那地方平时根本没人去，10万两银子砸进去，连个响都听不见。我喜欢那儿的风，我想上去看风景，不行吗？行吧。城外不是还有几千流民吗？全招了。不管老是少，只要还能喘气，能搬得动石头，都给我拉去牛首山。工钱怎么算？按规矩，征夫是管2顿稀饭，不给钱。1天100文，还管饭，1日3餐，顿顿要有肉，肥肉。大小姐，这不合规矩，给这么多钱还得给肉，这是坏了行规啊！规矩？你以为我是发善心？我要让他们把命都搭在那条路上。100文，那是买命钱。给了钱，我就能把他们当牲口使唤。我要看着他们为了这100文钱把骨头都熬干。想得明白了。那需要一些什么材料？去买灰粉，就是那种烧窑剩下来的废料，全城的我都要了。那东西就是灰，见风就散，铺路不结实啊。我要的就是它不结实，看着就让人心烦。再去铁匠铺把那些卖不出去的粗铁条都买了，有多少要多少。买铁条干什么？埋进路里，增加重量，累死他们。大小姐要修路，修去牛首山，还说要用灰粉和铁条铺路，给流民发100文1天的工钱。牛首山，好地方，那地方易守难攻，要是真有乱子，那里就是最好的堡垒。可是大人，那灰粉和铁条……你不懂。说原来暗淡里重新燃起求生了。滚开！别挡老子的路！都给我闭嘴！看看你们这副德行，一个个跟饿死鬼投胎似的。我许家是招工，不是开善堂。想要钱，想要肉，那就得听我的规矩。那边只要老弱病残，我就要那些快死的、没力气的。这种人好欺负，给点钱就卖命，打死了也没人管。我是废人，我只有1只手。大小姐选我，我最听话，给钱就干。还有我60了，我腿是瘸的。我带着孩子，只要给口饭吃，让我干什么都行。还有肉。今天的工钱预支，吃饱了肉，拿了钱，就给我去山上搬石头。谁要是敢偷懒，这钱我就收回来。这种灰粉太难伺候了，拌了水就是烂泥，还得往里掺沙子、石头。这东西既不能砌墙，也不能烧砖，铺在路上就是一滩稀泥。我就要它烂，越烂越好。要是铺出来跟官道似的那么平整，我还花这冤枉钱干什么？那是什么？
大小姐恕罪，是小老儿疏忽，小老儿这就把它弄碎了，重新办。这种配方还有谁知道？就咱们那儿的几个窑匠知道。这100两是你的赏钱，也是买断费。从今天起，这种法子就是我许家的独门秘方。今日支出9300两。看见下面了吗？这帮奸商赚得盆满钵满，那是我的钱。大小姐，这是苛政啊，会逼反。不烦我还不收呢，去收！带上刘二麻子那帮人，谁敢崩半个不字儿，给我往死里打！日落之前收不齐，明天就把铺子给我砸了。殿下，这不合常理。许清欢发的是钱，钱给了流民，救活了商户，商户要向农发支户进货，这一圈转下来，所有人都有了活路。以工代赈，但这般不计成本的砸钱修烂路，只为了盘活这个局。路烂不烂不重要，重要的是个事，他把许家的钱变成了整个桃源县的活钱。许大小姐令，今日生意红火，接待大小姐赏饭，现征收繁荣费，取流水2成，2成流水。赵管家，这是今日流水的2成，外加2毛茶水费。王掌柜，你没听错，这可是2成流水啊！割什么肉？只要许大小姐继续给流民发钱，我这生意就断不了。大智若愚，大奸似忠，这许家女足以拜相，敛财而不伤民，取之有道，育人无邪。这等理财鬼才，若能入主朝廷，大小姐收齐了，一共38两6钱，没人闹事，大家都说谢大小姐赏饭吃，这钱交得心甘情愿。滚！都给我滚出去！现发布任务，限时1月，挥霍白银50万两。大小姐恕罪，这地底下全是黑石头，硬的不像话。大家都说这是动了山神的骨头，要是再挖下去，怕是要遭天谴啊！封山，把这里的路口全给我堵上！什么山神谷？这是钱，给我挖！谁要是敢把消息漏出去半个字，我就让他永远留在这山上。这是我许家的矿场，谁挖出来的矿，我许清欢赏银100两。挖！给大小姐挖钱！这就是点黑石头，我看着挺好看的，打算挖点回去垒假山。确实好看，多挖点，别让外人看见。这东西只能咱家自己赏完。李胜，传我的令，调县衙3当衙役过来，把这牛首山给我围了。就说大小姐在这修楼，不喜欢被人打扰。李胜，去贴告示，方圆100里铁匠都给我找来，工钱5倍，手艺好的10倍。大小姐，咱们这是要开兵器局吗？闭嘴！锄头、镰刀、犁壁。乖囡儿，这招寓兵于农，你从哪本古籍上看来的？锄头加长柄就是破甲锥，镰刀开沿是钩鳞枪头，犁粪融了能铸盾牌。你这是在屯田，高，实在是高。爹说是就是吧，您帮我把这批货的录制搞定。这棚子不行，食堂顿顿要有肉。大小姐，这都要入夏了，还不去？有肉，好铁，金刚啊！大小姐，这要是打成刀，闭嘴！就是锄头，太硬了。一把1两3钱，卖200文。得令。好刀，藏锋于盾，大巧不工。这哪是锄头，这是斩马刀的胚子，加上长杆，就是收割骑兵的死神。我这闺女是在为天下大乱做准备啊！再加10个炉子，这钱花的太慢了，这钱花的太慢了。
抓药，要好的，不用甘草凑数，要真的当归。100文。娘，喝了就好了。大小姐，这条命以后不姓苟，姓许。太慢，虽然那帮流民和铁匠没日没夜快，但这销赃的速度还是跟不上。李胜备车，让人把这批货拉出去。大小姐，咱县里的铺子都铺满了。王记铁铺昨个来退货，说是一把都没卖出去。咱这锄头太硬，没人买新的。谁让你在桃源县卖了？往外拉，清河县、长丰县这几个县都是产粮大县，现在正是春耕备货的时候，价格比市价低30%。库房里的东西堆着就是石头，换成银子才是钱。我要的是流水，是现银。还有，从今儿起账本做2套，一套给官府看，就写咱炼铁废品率高，人工贵，入不敷出，亏损严重，每个月给我做出1万两的亏空来。另一套记实账，每一笔卖出去的钱别入公账，直接送到我房里，我要现银。许氏精工，锄头200文，镰刀80文。哪来的野路子？200文，你这是砸行市，懂不懂规矩？便宜没好货，乡亲们别被骗了。规矩，许家的规矩就是便宜。好铁，好铁，你给我等着！给我来一把，我要2把镰刀。大小姐说的对，只要东西够硬，只要价格够低，这世上就没有攻不下来的城。我给你们吃，给你们穿，不是因为我心善，是因为我要买断你们的命。拿了许家的钱，这命就不是你们自己的了。不要你们去死，你们也得去死。愿为大小姐笑死！李胜，什么味道？大小姐，前面是西市，这地界脏，咱绕道。车夫停车。这地方真脏啊！李胜，咱们回府。李胜，咱们县城里公用的茅房有多少？大概东西南北4市加起来，总有个100-10来间吧。大都是官府早年间修的，也没人管，早就塌的塌，漏的漏。没人管就好，去让人裁纸写封条。封条？对，把全城所有的茅房，不管是好的坏的，有顶的没顶的，全给我封了，派人把守。从今天起，桃源县寸土不许染黄。还有，在街上随地解决的，抓到一个罚10文，没钱交罚款，那就抓去牛首山挖矿抵债，挖够10文钱再放人。大小姐，这恐怕不妥吧？百姓内急，那是天大的事儿。谁让你用府里的人了？去流民营，别找那帮身强力壮的，我要废人，断手断脚的，生了烂疮没人敢靠近的，得了痨病喘不上气的，老的走不动路的，那种在流民堆里都被人嫌弃，只能等死的人。我要那种人，给他们发衣服，黄色的号服，胸口画个圈，每个人发一把大粪勺，一个木头。告诉他们，从今天起，他们就是许家的叶相思，这全城的屎尿屁都归他们管，谁敢随地大小便，不用客气，直接拿粪勺往脸上招呼。有许家给他们撑腰，我看谁敢还手。去办。许家招工，只要是活气儿的，不管你是瘸了还是瞎了，只要能拿得动勺子，管饭1天2顿，发新衣服，1个月给300文工钱。老爷，俺手有劲，俺能干。行，上车。都安排好了，那些人呢？是，按照您的吩咐，全城124个公用茅厕全都派了人把守，封条贴上了，收费的箱子也摆上了，都上岗了。他们很卖力，有个断臂的，为了抢个闹市区的茅房位子，差点跟人打起来。他们说这是官差，是大小姐给的脸面，谁要是敢逃票，就是砸他们的饭碗。很好，我就是这叶相思的头。从今天起，不管是赵家的米铺，还是王家的绸缎庄，甚至是衙门里的灶吏，只要他们想拉屎，就得给我许家交钱，这就是规矩。干什么？老子撒尿也犯法？拉，大小姐说了，不想去茅房也行，就在这儿拉，拉完了自己捧着去城外埋了，我就不罚你钱。我去茅房，我给钱还不行啊？许小姐，您这招真是神了，您看看这街面。许小姐大意，老朽在这桃源县住了40年，从未见过如此清爽的街道，这是造福桑梓的大功德啊！拿走，我做这些是为了收钱，不是为了听你们拍马屁。是
是，收钱收钱，这是我们几家商户凑的，算是给叶相思兄弟们的茶水钱。以后这街面的卫生还得仰仗许小姐。大小姐放心，这笔钱入了账，咱们叶相思下个月又能给那帮残废发新衣裳了。住手！谁在闹事？给我狠狠的打！许小姐，求求您了，行好，卖给俺吧。俺家地里的庄稼都快黄了，就等着这一口金枝救命呢。大小姐，场面实在控制不住，这帮农户听说咱们把全城的叶香都集中起来发酵处理了，非要来买，说是咱们家的肥力足，不掺水。俺出3文钱一桶，谁也别跟俺抢。我出4文。都别抢，排队都有。大小姐说了，这东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一律2文钱一桶，谁也不许抬价。我明明是个反派，怎么就成了环保大使？检测到大规模群体情绪波动，奖励判定退休金追加80万元。回家的进度条纹丝不动，钱再多有什么用？吴大夫，草民在，你看那白气是不是毒？大人，古书有云，机会生长。这气色发黄，味如腐尸。若是一直这么聚着不散，怕是要生大疫呀！好一个大疫！许氏女心如蛇蝎，聚全城之秽于一地，毒气冲天，飞鸟不过，意图以瘟疫乱我大钱根基，其心可诛。这东西是用尸毒炼的，庄稼长得是快，但种出来的粮食人吃了就得死，全家暴毙。听说了吗？那根本不是沤肥，是在养瘟神。怪不得那地方臭得邪乎，原来是毒气。许家这是要把咱们全县人都毒死，好发死人财啊！殿下，前面就是了，这味道确实不对劲。这些残废之人，便是许家用来试毒的药渣。这方圆5里的草木都已经枯黄，飞鸟都不敢落下。这不是瘟疫是什么？许有德妇女郎子叶信，借着叶香之名，行此断子绝孙之事。抓许家填坑，必须填坑！让开，都给老子让开！没长眼啊！李大人挺有情调啊！大热天的，你在我家的金库门口煮醋，怎么着？是想给我这一坑的宝贝入个味儿吗？死到临头还敢嘴硬，许清欢，你炼制毒气，谋害百姓的罪证确凿。今天就是大罗金仙来了，也救不了你。来人，给我拿下！李大人，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你说这是毒？行了，既然你这么懂，那我就当着大伙儿的面把这毒给炼到底。李胜，大小姐，小的在。去把这周围能找到的干草、烂叶子全都给我割来，还有让人去牛首山拉几10车烧透的草木灰过来，要热的，刚出炉的那种。大小姐，这是要干啥？那草木灰可是碱性的，倒进这金枝堆里，那是……闭嘴！让你去就去，我要把这堆东西彻底搅浑了，哪怕是1两银子，我也要让它烂在泥里。我的眼睛，毒气真的是毒气！他在炼毒，他在加速毒气扩散，快跑！毒气进城了！殿下，咱们快点撤，这气味实在是太冲了，马都受惊了。跑什么？都别跑啊！这可是我花了大价钱给你们调制的好东西，谁要是敢跑，我就让人把这东西挑到他家门口去。疯了，全疯了，全疯了！李胜，去城里买油毡布，有多少买多少，哪怕是拆了别人的房顶，也要把这油毡给我弄来。大小姐，买油毡干啥？这都炸了。封上，给我把这几座山捂严实了，一点气都不许漏出来。我要让这毒气在里面好好憋着，谁也别想闻这味儿。疯妇，你这是要把毒气养起来？你是想练蛊王吗？李大人，你要是怕死就滚远点。这块地现在姓许，我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你要是不服，尽管让人来抓我，看看是你的衙役跑得快，还是我的毒气飘得快。朝廷养着你们，就是让你们贪生怕死的吗？给我上去将他拿下！一群吃干饭的！三皇子有令，莫要打草惊蛇。你有种你就疯，我看你能舞出什么惊天动地的毒气！诸位大人请看，那许氏女倒行逆施，用油毡封堵。如今3日已过，那里面的毒气怕是早就化成了剧毒的热煞。如此高温，必是毒火攻心之兆。这许家当真是丧心病狂。
哟，李大人这是带人来给我那几座烂泥山送行。许清欢，你就装吧！今日当着学政大人的面，本官要揭穿你的画皮。来人，去把那油毡布给本官掀了，让大伙看看这里面藏的是什么祸害！看！这不可能！这是何谓？神迹，这是神迹啊！这分明是古籍里记载的熟肥啊！什么肥？熟肥，咱们平日里用的生分那是下品，烧苗招虫还臭。可这东西经过高温这么一炼，虫卵全死了，毒气全散了，剩下的全是地里的精华呀！这东西撒地里，那是给庄稼吃的大补丸，一把顶10把生分。熟肥，这就是传说中的熟肥。你看那颜色，黑的流油啊，好土，真的是好土啊！俺种了一辈子地，从没见过这么好的肥。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唉，许小姐，这收肥怎么卖？俺出5文钱一筐，求您了，卖给俺吧。我出6文。许小姐，我是赵家庄的，我全包了，有多少我要多少。大小姐发了，咱们又发了，这满城的屎尿屁比金子还值钱啊！闭嘴，再说话我就把你埋进那堆土里当肥料。李文成，你想去哪？下官是想回衙门，去些封条来。混账东西，封条？你要封什么？封着天降的祥瑞，还是封着万民的活路？你在奏折里是怎么写的？寸草不生，毒气屠城。你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这叫毒气吗？这分明是能活人无数的宝贝。大人，那是妖术，刚才的白烟你也看见了，冲天而起，辣眼刺鼻，那不是毒是什么？这黑土只是障眼法，说不定过几天就显出毒性来了。放屁！李大人不学无术也就罢了，切莫出来丢人现眼。那白烟乃是火炼之气，这叫丹道入浓，没有那一阵白烟，哪来这纯净如酥的熟肥？李大人，您这是见不得咱们老百姓过好日子啊！就是，咱们地里的庄稼都要饿死了，好不容易许小姐给弄了点吃的，您非说是毒药，还要给填了，您的心是黑的吧？你们要干什么？我可是朝廷命官，我是通判。让，上让啊！刚买的肥，撒了可赔不起。滚开！都给我滚开！殿下，这许家女运气当真是好到了极点，原本是想恶心人，却误打误撞弄出了这等神物，这大概就是咱们常说的傻人有傻福吧。傻福？若虚，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怎么也变得如此肤浅？殿下的意思是？你看这一举，从封锁茅房开始，看似是敛财，实则是为了集缘。若不强制收费，百姓怎会把会务集中？若不集中，哪里来的这万斤原料？再说那油毡布，你说他是想捂住毒气？不，他那是为了温养。此时正值盛夏，再加上油毡密封，那土堆里的温度能把石头都烫热了，这才是成肥的关键。至于最后那一手草木灰，更是神来之笔，借着毒气的名头，用官府的手封锁现场，既防止了渔民破坏发酵，又给自己找了个免费的护卫。这一步步一环环，哪一步是巧合？把全城的会务变废为宝，既解了卫生之患，又救了农桑之急。最妙的，他还赚了钱，以商养正，不花国库一分银子，就把这困扰大钱100年的难题给解了。此女心胸之广，手段之辣，当朝一品大员也不过如此。这是国事，别收了，告诉他们没货了，让他们滚。大小姐，您说什么呢？吴大夫说了，那几座山只是第一批，咱们只要接着收，接着捂，这桃源县就是咱家的聚宝盆，以后咱家就是大钱第一肥商。李胜，既然有了钱，那就别闲着。这肥卖了多少钱？粗算得有个5000两。好，去给我打听打听，这附近哪里的生意最难做，哪里的坑最大，我要把这5000两连同之前的家底全都给我砸进去。大小姐，您这是又要布什么大局了？小的这就去办。老刘，这就受不了了，咱们以前不都这么过来的？这地界没人管吗？这么大味儿，许小姐要是看见了，得把这县令的腿打折。
这是清河县，不归许小姐管，谁有那闲钱管咱们泥腿子走的路？妹夫，你这是嫌弃咱家穷？怎么一来就摆这副架子？这味儿，你们就不怕熏出病来？这么热的天，也不撒点石灰盖盖？庄户人家哪来那么多讲究？石灰不要钱啊！煮了吧，多放点盐，别不舍得。妹夫，你在桃源县发财了，这光景还能吃上这种肉？发什么财？受罪！有肉吃还受罪？你是不知道那许家的规矩，这衣服许小姐非逼着穿，还得天天洗澡，下工必须洗，不洗干净不发工钱。这还不算，守茅房还得盯着人交钱，少1文钱都要扣工钱。那这么折腾，给多少钱啊？300文，管2顿饭，顿顿有肉，说是工伤补贴，怕把人熏坏了。这地太硬，今年怕是又要减产。试试这个，这就一铲子。这是啥？许家铁铺打的残次品，200文一把，正品咱买不起，这就给孩子挖着玩的。这是啥？这是啥？许小姐炼丹炉里出来的药渣子，加了草木灰炼的，省着点用。2文钱一桶，还得看许家脸色。别算了，李胜，你是不是觉得咱们许家赚了这5000两就能躺在钱堆上睡觉了？大小姐，这可是5000两现银，加上邻县刚送来的订单，都排到明年开春了，这不是大喜事吗？传我的话，立个新规矩，从今天起，许家实行2不留，库房不留现银，账面不留余粮，只要钱一进账，当晚就得给我花出去。花？这怎么花得完？买地那是置业，买粮那是囤积，这钱它是活的。李胜，这天黑吗？黑呀，这都虚实了，自然是黑的。李胜，你看这天太黑了，我不喜欢，我要点灯，我要让这桃源县的主街亮得跟白天一样，每隔10步给我立一根柱子，别用木头的，不经烧去买汉白玉的，灯油别用猪油，东海那边有这种深海鱼油，1两油就要5两银子，给我买。大小姐，这也太……还有灯罩，现在的纸灯笼太土，我要琉璃的，5彩琉璃。大小姐，琉璃那是宝贝啊，易碎且贵，放在街上要是被顽童砸了，砸了就换新的。3天，拿着那5000两去江南扫货，3天之内我要看到这条街亮起来。要是剩下1文钱花不出去，我就把你塞进堆肥场里，熬熟肥。这棚子谁搭的？丑死了，拆了。大小姐，这是王二麻子的煎饼摊，那头是赵四家的杂货铺，1个月好歹也能收几百文的租金呢。我缺那几百文，通通拆了，给我腾出地儿来。那空着？空什么空？种花，去买那种死贵的牡丹芍药，给我种满。再买几块石头，太湖石，知道吗？摆在路边，还有椅子，修几排长条椅，让那些闲汉、乞丐免费坐。大小姐，这叫公共设施，但这不赚钱啊，这还要雇花匠，还要维护，这就是个无底洞啊！李胜啊，格局要打开，钱这种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咱们许家现在名声太好，遭人嫉恨，只有把钱花在这种毫无用处的地方，才能证明咱们没有野心，只是单纯的脑子有病。小的明白了，小的这就去办，保证把这5000两花得干干净净。王老板，你说这许小姐是不是让钱烧坏了脑子？那一排棚子1个月少说能收2两银子的租，现在好了，种花，花能当饭吃，能当衣穿。2两那是以前，现在这街面变得跟皇宫御花园似的。要是再让我去摆摊儿，指不定得交多少钱。想得美，我才不去触那个霉头。大小姐，这柱子结实着呢，刚才在那边有个运货的推车撞上去，车轴断了，柱子连层皮都没蹭破。那个呢？那个容易碎吧？那个脆。昨天安装的时候，有个工匠手滑碰了一下，裂了条缝，小的已经让人换新的了，那裂了的直接砸了。好，记住了，这东西别太当回事儿，谁要是手痒砸了，或者风大吹了，千万别心疼，立马换新的。咱们许家别的没有，就是琉璃多，就是要这种高维护成本的调调。作死呢，那是镇风水的神物。摸坏了，把你卖了都赔不起。这还是晚上吗？这是龙王爷显灵了吧？不夜城，这是把天上的银河拽下来了吗？这得烧多少钱啊？把账本拿来。大小姐，这灯真要点一宿，这要是后半夜没人了，那不是白烧吗？就算没人，给鬼照路我也乐意。只要天不亮，这灯就不许灭。我要让这桃源县从此再无黑夜。哎，你看那花，
真好看，红的跟翠红楼姑娘的嘴唇似的。看什么花？还是灯好看。外面这么亮，走出去看看。慢点，别跑，咱们去灯底下走走。老婆子起灶，来个饼，加个蛋，多刷酱。大小姐，这街怎么比白天还热闹？把你那好酒拿出来，今晚就在这喝了。发财了，发财了！看一看，瞧一瞧，新奇小玩意儿，便宜又好看。夜市经济，我怎么忘了？古代夜晚没商业，只是因为看不见啊。大小姐，通判大人让我来报喜，刚才这一会儿功夫，收上来的商税比平时白天一整天都多。大小姐赚了，咱们这次又赚翻了。检测到宿主不仅剥削白天，连黑夜都不放过，强行延长百姓劳动与消费时间，资本家嘴脸出现，恶名值波动预警。李胜，小的在。传我的话，这街上的光是我许家烧钱点的，这地上的砖是我许家花钱铺的，这长椅是我许家花钱修的。从明天开始，这条街的摊位费给我翻3倍，想蹭光可以按时辰收费，不仅要收税，还要收光照费、板凳磨损费、花草观赏费。既然这灯灭不掉了，那就让它烧得更旺些。我要用他们的钱来养我的灯，再用我的灯去榨干他们最后一个同伴。大小姐高，实在是高，这就叫羊毛出在羊身上。都哑巴了。王夫子，这可是咱们清河县的大事，第10届诗词大会就在眼前，帖子都发出去了，现在还没定下个落脚的地儿，传出去，咱们这脸还要不要？是有点棘手。咱们原先定的升平楼，我昨日去看了，不行，那柱子上的朱漆都剥落了，楼梯踩上去吱呀乱叫，这哪是待客的地方，这是叫花子窝。宋公子是京城来的贵人，咱们领着人家去那种破地方，人家嘴上不说，心里定会觉得咱们轻慢。县衙不拨银，咱们也没钱修缮，实在没法子。没钱就想别的辙。清河县这么大，难道就找不出一个体面的厂子？要不去城西李员外家的园子，那里有假山流水，景致倒还过得去。俗，李员外是个贩盐的，满院子铜臭味。宋公子出身书香门第，最厌恶商贾习气。你让他去商人家里作诗，你是想让他吐出来？那去云隐寺，深山古寺，清幽雅致，这总不俗了吧？远，云隐寺在半山腰，马车上不去，得走半个时辰的山路。宋公子千金之躯，让他爬山，若是累着了，或是摔着了，咱们谁担待得起？要不推迟，就说准备不足，或者胡闹，这种话也是能说的。帖子都送到王进士手上了，人家行程都定了，你现在说推迟，那就是把人往外推。这要是得罪了王进士，咱们以后还想不想在仕途上混了？山长，怎么？学生听说有个地方，或许可以。哪里？若是这县里的就算了，我都看过。不是本县，是隔壁桃源县。林生，你是读书读傻了吧？桃源县是个什么德行？你不知道？那里连个像样的酒楼都没有，满大街都是讨饭的叫花子。你是想让宋公子去那里看什么？看灾民抢食，还是看那许家恶女当街打人？你们，你们，要我说，林生这是读书读的脑子僵了。那桃源县是什么地方？穷山恶水出刁民，再加上那个只会敛财的疯婆子许清欢，让宋公子去那里，这不叫办诗会，这叫流放。年轻人想出头是好事，但也得看看场合。这种不知轻重的胡话，以后少说，免得让人笑话咱们书院教出来的学生没见识。不是胡说。半个月前，我那做货郎的表哥刚从桃源县回来，他说那边现在不一样了，那边在修路，说是修了一条通天大路，从县衙一直修到了牛首山，聚集了几千流民，漫山遍野都是人，场面大得很。表哥说那边现在虽然乱是乱了点，但热闹。几千流民？山长，别听这混小子胡咧咧，那桃源县乱成一锅粥，咱们还是再议议别的地方吧。不，这地方选得好。山长，您是说那个全是流民和臭味的桃源县？你们啊，还是太年轻，看事情只看皮毛。宋公子此番南下，名为省亲游玩，实则是替他在户部任职的叔父探查民情。既是探查民情，去哪里最能体现民间？若咱们把诗会办在李员外的园子里，
锦衣玉食、丝竹管弦，那是商贾的俗气。宋公子就算写出几首好诗，也不过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传回京城，那些御史言官只会说他是纨绔子弟，不知民间疾苦。可若是去了桃源县呢？那里有几千流民，有衣不蔽体，有食不果腹，那里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宋公子往那乱民堆里一站，看着那些为了活命在泥地里挣扎的百姓，哪怕他什么都不做，只需皱一皱眉头，叹一口气，那就是心系苍生，就是悲天悯人。我们要给宋公子搭的不是什么金碧辉煌的戏台，那个京城里多的是。我们要给他搭的是一个能让他施展抱负、展现仁德的背景板。我们要给他搭的是一个能让他施展抱负、展现仁德的背景板。试想一下，在桃源县那条修了一半的破路上，周围是面黄肌瘦的流民，宋公子一袭白衣，独立于尘埃之中，看着这世间疾苦，挥毫泼墨，写下一篇哀民生之多艰。这篇文章一旦传回京城，那是何等的声望，那是何等的政绩！高，实在是高。山丈这一招简直是把人心算到了骨子里。这叫借势，借那满城的疮痍，成全贵人的一世清明。那桃源县的穷酸破败，在山长眼里竟然全是文章。可是那边毕竟是许家的地盘儿，那许清欢是个混不吝的主，万一他到时候冲撞了贵人，或者那边实在是臭的下不去脚，无妨。那许有德是个官迷，也是个聪明人，只要咱们把拜帖送过去，把宋公子的身份稍微透露一点，哪怕是为了巴结京城的贵人，他许家也会把那几条街打扫干净，把那些太吓人的流民赶远点。至于那许家丫头，一个被宠坏了的蠢货罢了。听说她最近在忙着卖那什么肥料，一身铜臭味的商贾女子，见到宋公子这种天皇贵胄，怕是连头都不敢抬，只会自惭形秽。嬷嬷，我要亲自给王进士写信。这就叫化腐朽为神奇。快马加鞭送到王进士下榻的驿馆，就说这是清河县全体读书人的一片赤诚之心。妙哉妙哉！都要造反吗？排队，谁要是再敢往前几半步，直接插出去，永不许入城。这城门都开了，怎么还不放行啊？做生意，哼！500文，这不是抢钱吗？就是，咱们去府城都不用交钱。这桃源县是金子做的。贤贵，贤贵别来啊！去清河县那边不收钱，那边连屎都不收。这是桃源县，许小姐说了，咱们这儿地界金贵，容不下闲杂人等，给不起钱的趁早滚蛋。我交500文，不用找了，剩下的赏兄弟们喝茶。那个谁是本地商户？我出2两银子，求个担保。我也交，我出双倍。别急，我先来的，这是我的钱。大小姐这招赶人，怎么赶着赶着人更多了？谁呀？敢碰老爷我？随地乱扔土产，罚款5两，交钱。5两？你怎么不去抢？知道我是谁吗？我和你们县城可是……限令！根据桃源县城市管理条例第3条，抗拒执法罪加1等，除了罚款，还得站岗半个时辰。你让我站岗，让我穿这个，老子有的是钱，老子给100两，这岗我不站。给钱也得站，这是许家的规矩，在这条街上，钱不是万能的，规矩才是。许氏护卫费3两，道路磨损补偿金2两，夜间光照费5两。怎么还没停？大小姐，报了，又报了！入城临时通行证这项，3天就收了8000两，加上那乱七八糟的20多种罚款和杂费，现在的库银已经没地方堆了。而且那些商户交钱的时候，不但不骂，还一个劲儿地问能不能预交明年的。他们有病吗？他们说交了这钱就是许家罩着的人。以前他们在别的地界做生意，
又要防着破皮捣乱，又要给各路衙门打点，那才是无底洞。现在虽然许家瘦得很，但只要交了这一份，就再也没人敢去骚扰他们。算下来，反而醒了一大笔。妙啊，这哪是笼子，这分明是金钟罩。这许小姐真是把咱们的心思都摸透了。这哪里是限制，这是给咱们证明啊！许小姐英明，这是给咱们发的护身符啊！来了没？探子说已经过了五里亭。宋公子，请下车，下官已备好。这便是你们说的净水脱街。这是为了压臣。压臣，我看是和稀泥。下官这就让人铺毡子，快铺毡子。罢了。公子一路舟车劳顿，自京城远道而来，这是下官的一点心意，为您接风洗尘。这一桌多少钱？不贵，都是本地的土产，乡亲们的一点孝心。土产？清河县今年遭了旱灾，我一路行来，城外还有流民在挖草根，你们倒好，哈，在这吃熊掌、朱门酒肉肠，路有冻死骨。公子教训得是，但这桌酒菜并非下官们贪图享乐，实在是这是一顿断头饭啊！何出此言？公子有所不知，非是我们不知民间疾苦，实在是隔壁桃源县欺人太甚。那许家恶女以商乱政，把咱们清河县的血都吸干了。桃源县可是那个修路修的满城风雨的许家。正是，那哪里是在修路，那是在修坟。许家抓了几千流民，把他们关在牛首山，日夜做苦役，稍有懈怠便是鞭打脚踢。听说还给每个人编了号，在手臂上刺了字，不许他们离开半步。听说还给每个人编了号，在手臂上刺了字，不许他们离开半步。说是雇工，实则是把百姓当成了家奴，牵了卖身契，死活不论。竟有此事？不止啊！那许清官为了敛财，竟然逼着百姓去掏粪。掏粪？千真万确，他建了个什么夜相思，把城里的残疾人、孤寡老人都抓了去，逼着他们整日与污秽为伍，还要穿着那黄色的修路衣裳游街示众。谁要是敢不从，就不给饭吃。那桃源县城里如今是臭气熏天，百姓苦不堪言啊！公子您看，这清河县虽然穷，路虽然烂，但百姓至少还有自由，还能在街上走动。可那桃源县那是人间炼狱啊！许家为了把控权县，连百姓上茅房都要收钱，若是交不起钱，就只能憋着，或者被拉去矿山做苦力抵债。朗朗乾坤，朝廷治下竟然还有这种无法无天的恶霸，竟然还有这种把人当牲口养的妖孽。你说的可是实情？下官若有半句虚言，天打雷劈。下官脸上的伤，就是前去劝阻时被那许家家丁打的。他们说这桃源县不姓大钱，姓许。公子，清河县虽有不足，但我等还在勉力支撑，不敢与民争利。可那桃源县的百姓正等着有人去救他们于水火啊！读书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等却无能为力，实在是羞愧。这饭我不吃了，明日一早备车。公子要去哪？去桃源县。本公子倒要看看这个许家敢在天子脚下把百姓当牲口养，究竟有几颗脑袋？先生这招祸水东引高，这不叫祸水东引，这叫借力打力。这宋公子看起来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越揉不得沙子越好。等到了桃源县，看着那一地的鸡毛，都不用咱们开口，他自己就会把许家拆了。到时候咱们不仅没过，反而有举发之功。都给我冲干净了！大小姐说了，咱们桃源县是文明地方，见不得脏东西。不管是哪里来的车，只要轮子上带泥，一律不许进城。这就到了。公子且看，这便是那些流民。正是，桃源县闭门不纳，这些百姓求告无门，只能在此苦守。公子您看，那几个挥舞着纸张的，怕是在拿身家性命换一张入城的路引。那守门的为何拿着棍棒？驱赶流民，若是敢靠近，轻则一顿乱棍，重则当场打死。岂有此理！
停车！公子，此处还在城外，怕是有些危险。我若是连下车都不敢，还谈什么代天巡狩？我倒要看看这许家的棍子敢不敢打在我的身上。别推，踩老子鞋了！公子，那边乱，看见没？这就是许家的手段，哪怕是逃难，也得把最后一点棺材本掏出来。没钱的就只能在路边等死，连进城的资格都没有。许家为了不让恶府太难看，临死前会施舍一口吃的。欺人害身，懂不懂规矩啊？那是黄线，踩线了，知道吗？退回去，再敢往前伸，把你腿卸了。军爷教训的是小的眼拙。住手！喊什么喊？排队去！没看见后面人都等着吗？想插队，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界。我不插队，也不进城。我问你，谁给你的胆子，敢在此处设卡勒索，敢随意辱骂殴打百姓的？勒索？殴打？我识字吗？这叫保证金，这叫维护秩序。没看见这帮人起的？不骂两句能听话？强词夺理，百姓流离失所，你不开仓放粮也就罢了，竟还设卡盘剥，诸位莫要怕。今日我宋某在此，定要为诸位讨个公道。那个，这位公子，您要是没钱交保证金，能不能往旁边让让？你说什么？他在勒索你，他在压榨你。压榨什么？我这是自愿的，您行好，别在这儿耽误大家发财，行不行？听见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位公子想行侠仗义，回你们清河县去，别在我们桃源县挡着大家发财。还有你的靴子踩线了，罚款10文，交钱。这也是规矩，限你10日之内交清。下一个。好，很好。你之前说许家逼迫伤残老兵去掏粪，建了个什么夜相思？是有这么个地方。带路，我要去亲眼看看那些被你们说成是人间炼狱的地方到底长什么样。公子英明，那夜相思，这才是真相，这才是桃源县的真面目。之前那些繁华，那些笑脸，果然都是假的。许家终于露出了那吃人的獠牙。住手！住手！老人家莫怕，把这脏东西放下。这车你不推了。本公子今日既然来了，就绝不会坐视不管。那许家就算有通天的本事，我也要为你讨回一个公道。老人家，您受苦了。起！太轻了，这是装满灰物的车，就算是装满棉花也没这么轻吧？你干啥？哪儿来的小白脸？我叫你干啥？抢劫啊！我这是在救你啊！老人家，这许家逼你做苦力，逼你穿囚服，我是来救个屁！你懂个球？这是囚服，这是工装，马甲懂不懂？许小姐说了，穿上这个走夜路才不会被马车撞。老子上战场断了手，还是许小姐给我的事做，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抢到的早班优选单，一趟能记3个工分。你上来就要给我抢，你想断我？滚滚！别耽误我打卡。抢单这些词拆开来我都懂，组合在一起怎么就听不明白呢？公子，看，这就是那个拿鞭子的工头，你看他那凶神恶煞的样子，定是要出来惩罚这个偷懒的老汉了。哪怕这老汉不识好歹，但这工头若敢行凶，我今日就要血溅无步。老张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慢点推，慢点推。大小姐刚才派人传话了，说今日气温超过了30度，触发了高温预警机制，所以每人再加发20文的酷暑津贴。这是条子，这碗冰镇绿豆汤赶紧喝了，别中暑啊！你要是中暑晕倒了，那可是算工伤，还要扣我这个站长的考评绩效，还得给你报销郎中费。站长放心，我这身子骨硬朗着呢，这不也是想趁着还能动，多给孙子攒点书本费吗？行了，赶紧进去歇着吧。酷暑津贴，冰镇绿豆汤，如果不喝汤中暑了，还要算工伤，还要报销郎中费，这就是你们说的虐待。是啊。哎呦，我的张大爷，成了。城东那个李寡妇啊，真的，他真这么说？人家松口了，人家说了，只要你有这夜相思的正式编制，以后老了有那个退休金，他立马就带着嫁妆过门。薅粪工成了抢手货，还有退休金，还有安居房。我堂堂相府公子读圣贤书，却从未听说过世间还有这等道理。
人间炼狱。如果这也是地狱，那本公子倒想问问，京城的那些百姓过的算是什么？算18层地狱吗？假的，都是假的，这还是大钱吗？公子，您说的对，那就是假的。那叶相思就在城边上，许家自然要做足了面子功夫，那是样板戏呀。没错，公子您想，真正的修罗场怎么可能摆在大街上让人随便看？真正的罪恶都在深山老林里，都在那牛首山的铁矿上。牛首山？正是，那地方四面都是峭壁，许家把抓来的流民全都填进了那个无底洞。监工手里的皮鞭全是倒刺，还要带着50斤的铁枷锁。那里一天只给1碗馊水，里面还混着沙子，累死就直接往矿坑里一扔，连个草席都不给裹。好一个许家，本公子就不信了，难道还能把那吃人的矿山变成安乐窝不成？去牛首山，本公子这次要直捣黄龙，亲眼看看那所谓的人间地狱。安全生产重于泰山，这是给监工看的。意思是为了生产出铁矿，那工人的命还没泰山的一块石头重，只要能出矿，死多少人都无所谓。世人命如草芥，竟然还敢挂在山门口。公子听到了吗？那是刑罚，那巨响定是那用来炸开矿洞的火药，根本不管里面还有没有人，直接就炸。没错，公子，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如此大规模的虐杀百姓，这是要造反啊！许清欢，你枉披人皮！公子，危险啊！滚开！今日哪怕是龙潭虎穴，本公子也要去闯一闯。哪怕救不了一个人，我也要替他们喊一声冤。这是红烧肉的味道。这是断头饭。公子，您看到了吗？那满地的又是红烧肉，昨儿个吃，今儿个还吃。我想吃清淡点的，我想吃凉拌苦瓜，我想吃清炒菜心。天天这么大鱼大肉的往死里塞，老子这腰都粗了2圈了。这就是只给1碗馊水。切记上看我做公子，这可能是幻术，障眼法。都给我住手！许清欢，公子，你看，恶女露馅了，她要发飙了，她肯定是要把那些肉都抢走。反了你们了是吧？谁让你干活的啊？谁让你拿稿子的？看看现在的时辰5时3刻，这是干活的时候吗？气死我了，真是气死我了！你们是不是想害死我？是不是想让我这点家底都赚都赔光？我再说一遍，这是命令，是铁律。从现在开始，所有人给我坐在板凳上，屁股不许离开凳子面。现在的任务就是给我把那盆里的肉吃光，谁要是敢剩下1块肉，我就扣他10文钱。大小姐，太好吃了，太撑了！闭嘴吃，咽下去。许清欢，这是何等的大爱啊！你们都要好好的，好好的。我都做了些什么？我竟然听信谗言，把这样一位活菩萨当成了恶女。这哪里是矿场，这分明就是桃花源里的大家庭。完了，彻底完了！这许清欢是不是有病啊？哪有逼着苦力休息吃肉的东家？这不符合经济规律啊！全完了。哎呦，来大客户了！妖女，京城贵人当面还不速速跪下认罪？许清欢，你逼迫矿工报时，名为优待，实则养猪，你这是把人当牲口玩弄。
请公子下令将此妖女拿下，严刑拷打，以正视听。公子，您打错人了吧？污蔑贤良，颠倒黑白。李文成，你这身官皮，我看是穿到头了。来人，摘了他的乌纱，扒了他的官服，押送吏部问罪。不，公子冤枉啊！公子饶命啊！学生宋玉白肉眼凡胎，竟不知先生乃当世活菩萨，方才让那等污秽之物脏了先生的眼，那是学生的罪过。先生大义，以红烧肉养士，以强令休沐爱民，此等胸襟，宋某拜服。我是谁？我在哪儿？这人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宋公子言重了，不过是些许分内之事，让公子见笑了。既然那2只苍蝇已经拍死了，不知公子可有兴趣去寒舍一叙？毕竟我看公子对我这铺路的东西似乎很感兴趣。闺女啊，咱见好就收行不行？你是不是给他下蛊了？要是这蛊解开了，咱全家还得被砍头啊！先生，敢问此乃何物？莫非是早已失传的上古神物？此物名为水泥，宋公子有所不知，这东西来之不易啊！这可不是普通的石头粉，这是需要采集深海300丈之下的万年玄武岩，再混合极北苦寒之地的活火山灰。这还不算完，还得经过7749道工序筛选，用猛火日夜不息的对烧，9981天。最关键的是，期间还得加入数十种名贵药材来调和阴阳，去除火毒，否则烧出来的就是一堆废土，风一吹就散了。这东西废品率极高，烧10窑也未必能成1窑，我也不能让家里亏太多，所以若是公子想要，至少要卖这个数。15两，先生，此物虽神，但听这制作工艺，想必造价不菲吧？竟然只要15两。宋公子，其实这价格还可以商量，哪怕涨点也行啊，我们可以再谈谈。先生不必多言，我会奏请圣上给许家立牌坊，封皇上。来人，备马，磨墨，本公子要立刻写奏折，快，一刻都不能耽误。闺女，这就叫格局。原来你想的不是赚宋公子的钱，是赚皇上的钱啊！高，实在是高。公子，咱们这就要回京吗？急什么？折子要写，但这桃源县的真经我也要取。你想想，那水泥要15两一石，亏空巨大。许家非钟鸣鼎食之家，哪来这么多银子往这个无底洞里填？许氏家底厚，糊涂，家底再厚也有坐吃山空的一天。许先生既然能维持这等局面，定有非凡的生财之道。走，去这城里最繁华的地界看看。本公子要亲眼见识见识，这位大义凛然的先生究竟是如何在这个污浊的世道里一边经商一边济世的。那就是许家的铺子，琉璃竟然全是琉璃，这得多少钱？放开我！你们放开我！黑店简直是黑店，5两就这么一块净身泥！住手！光天化日之下，物价虚高至此，还敢动手打人？这位仁兄莫怕，本公子今日便替你讨个公道。你有病啊！谁说我不买了？老子是嫌他们今天只肯卖我1块，我是因为想买10块被赶出来的。买10块，这玩意儿5两银子1块，也要买10块？你疯了！你懂个屁！这是泥巴吗？这是香雪海。这东西用了之后，皮肤嫩滑如水，家里的婆娘抢破头都要拿到府城去，转手就是8两银子，这么大的利，傻子才不买。也就是这许家铺子规矩多。让让，这是整块的水晶，琉璃阁一层，皆是香露陈列之所。公子若是初次来，可要试试这款豆蔻烧头。这就是许先生的生意，7成修路，3成养民，许家分文不取。
拨富济贫，这哪里是奸商？这是圣人手段啊！许先生他用这等奇技淫巧，造出这等让人欲罢不能的奢侈之物，让那些守财奴心甘情愿地掏出腰包。他是在用富人的贪欲来填补大钱基建的窟窿，他是在用那些流淌着铜臭味的银子，给穷苦百姓换来一口热饭，一条平路。这叫什么？这叫以欲治欲，这叫代天行道。买，给我来张顶层的票，哪怕是倾家荡产，我也要为这桃源县的基建添一块砖，加一片瓦，好一派繁华景象。这酒确实上头啊！许清欢那丫头说这是82年的，什么妃也不知道是哪个朝代的年号。三殿下，原来如此。这桃源县根本就不是什么许家的一言堂，这分明是皇家默许的变法特区啊！陛下和殿下，这是在下一盘大棋。借许清欢之手行那千古未有之改革，难怪许先生敢狮子大开口要15两水泥钱，难怪这琉璃阁敢把东西卖出天价，这背后站着的是整个大前皇室。怎么见到姑连话都不会说了？学生宋玉白叩见殿下。免了，出门在外，不论君臣，坐陪姑喝一杯。看了一路这桃源县，你觉得如何？此乃人间奇迹。那许先生为了修路，不惜以15两1石的成本贱卖水泥，为了矿工温饱，甚至还要发那闻所未闻的高温补贴。这琉璃阁看似奢靡，实则是许先生为了填补基建的无底洞，不得不向富人乞讨啊！此等高义，孔孟复生也不过如此。他是当世圣人啊！圣人宋边修，你的格局还是太小了。殿下何意？你只看到了他在做善事，你以为他是在用道德感化世人？错，大错特错！他不是在做慈善，他是在治国。你是否知道半月前的许氏米贵之变？知道，那时许家高价收购陈米，坊间都笑许清欢是傻子，收了一堆发霉的垃圾。傻子！当时姑也以为他是傻子，可结果呢？粮商联盟的计划被彻底击穿，粮价在一夜之间回落正常，百姓没饿死，国库没掏钱，户部那帮蠢货只知道强行限价，结果越限越贵。而他呢？他用高价收陈米，看似是败家，实则是向这一潭死水的市场注入了流动性，这叫以商止杀。可是这琉璃阁这里可是实打实地在搜刮民脂民膏啊！刚才我还看到有人为了买块肥皂被扔出去。宋玉白，你告诉姑，大钱现在的国库为何空虚？百姓手里为何没钱？因为天灾频发，岁币沉重，白银外流。肤浅，是因为这帮富商巨贾贪官污吏，把银子都埋在了自家的地窖里。大钱不缺银子，缺的是流动的银子。而他在做什么？他造出这些无价值的玻璃，调出这些只能闻的香水，定出一个天价。他是在用这些概念，把那些富人藏在地窖里的银子硬逼出来。银子进了许家，变成了矿工的红烧肉，脚下的水泥路，流民手中的工钱。这哪里是做生意？这是一场不见血的货币战争。他是在替朝廷把那些死钱变成活水，重新灌溉进大钱干涸的土地里。这是国士的手段。国士无双。宋边修，听说你舅舅户部右侍郎王大人最近为了北境军饷的亏空，正愁的想撞墙。正是，舅父已是3日未眠，说是若再筹不到银子，便要自请下狱。户部没钱是因为方法错了，守着金山要饭吃，只会哭穷，那是庸才。既然这桃源县有现成的真经，你为何不让你舅舅来取经？多谢殿下指点，学生这就修书一封，800里加急送往京城。慢着，奏折要发，但内容要改，让你舅舅按兵不动。为何？许清欢这把利剑太过锋利，也太过惊世骇俗。若是现在就大张旗鼓的捧杀，只会被朝中那些只会读死书的清流，还有那些既得利益的守旧派毁掉。我们要保护他，让他在这桃源县把这盘棋下完，让你舅舅只管哭穷，暗中却要配合许家的一切行动，懂了吗？学生明白。学生愿做殿下与先生之间的马前卒。去吧，好好看，好好学。这桃源县的每一块砖都是锦绣文章。大人，工部那边催得急，催命符似的，一道接一道，说是陛下万寿宫的琉璃瓦还没见着影子，月底若是这笔银子不到位，工程便要撂挑子了。撂挑子？让他撂。北京军饷缺了整整80万两，戍边的将士至今还靠薄单衣顶着寒气，他这时候修什么万寿宫？
他是想在宫里图个寿比南山，还是打算等北仓骑兵踏破京城城门时，让人家给他贺寿？大人，要不再寻个由头往税收上加点？加个屁！江南那边为了练饷已经多收了3成，再加下去，你是嫌流民不够成规模，还是觉得那些乱民生得太晚了？既然明抢不得，便叫他们心悦诚服的把银子往这火坑里填。此法既保全了民生本根，又叫府库充盈。这位许家姑娘，莫非是财神降世？三殿下在此，此番布局乃殿下与许家合谋，咱们宋家要上大船了。老夫早该料到，区区一个商贾门户的女子，哪来这等气吞山河的格局？定是三殿下的手笔。许家不过是明面上的影子，殿下这是要在豫州独辟疆场，用金银积攒势力，剑指大宝之位啊！大人，您这是怎么了？可是需要传郎中？传什么郎中？朕的国库尚且见底，这世间哪来这种随手点金的商贾？百姓尚且果腹为艰，哪来的什么圣人能教四海升平？水泥铸道，琉璃吞金，这许清欢究竟是济世的才女，还是老三养在外面的一头恶虎？韩颖、大理寺少卿裴寂，如今在京城可是闲得发慌。回禀主上，裴大人刚把一桩豪强霸占民宅的案子办了，正愁没有骨头可啃。既然老三把桃源县夸得天上有地下无，而宋志远那个老滑头又突然安静的反常，那就派个最不会变通、最爱咬人的疯狗去瞧瞧。传朕旨意，受裴寂联合巡查之职，即刻动身奔赴豫州。朕倒要看看，在裴寂那张铁面下，这桃源县的幻梦还能做多久。若这些都是真的，朕要这些钱换个主子；若是假的，那便叫那许家连同老三一起消失。儿啊，圣上此行名为探虚实，实则是教你去趟那浑水。三殿下和宋侍郎都深陷其中，你把握不住其中的分寸呐。爹，圣上差我去，那是信得过我这双眼睛能辨是非。大钱的法度里就没写过左右逢源这几个字。神识流离伤到圣徒，不过是借着幌子敛财的江湖骗术罢了。本官此行定要揭了那许家女的真面目，不管背后站着的是谁，只要违了法度欺了良民，我裴寂绝不轻饶。蝇营狗苟。掌柜的，还有扣位吗？哎呀，王老爷，您来晚了，这会儿连站的地儿都快没了。要不您跟那位公子拼个桌？那就叨扰了。这位兄台是去桃源县的？路过。哦，那可真巧，在下也是路过。哈哈哈，老张，你这趟去桃源县，少说也得赚个300-500两吧？300-500两，你瞧不起谁呢？我上回去就那一车净参泥，转手就赚了800两，这回我带了3车货，少说也得翻3倍。听说许小姐又出新货了，叫什么冰剑，能在3伏天造出冰块，真的假的？这大热天的，冰块比金子还贵，那还能有假？我表哥的小舅子的邻居就在许家矿上干活，亲眼见着的。小生这一路上遇到的人，10个有9个都说去桃源县。敢问诸位，那地方当真如传闻中那般神异？哇，这位书生，您这是没去过桃源县，那您可真是白活了。那地方啊，神着呢，那水泥路能照出人影，马车跑一天屁股都不透，琉璃阁比皇宫还气派。矿上的工人天天吃红烧肉，吃到想吐，连乞丐都吃烧鸡。有那城门口的规矩，进城得交500文保证金，违反了卫生条例，罚款10两。依小生看，不过是收买了几个托编排出的市井传奇罢了。这位书生，你若不信，咱们打个赌，3日后你若去了桃源县，发现有半句虚言，这银子归你。但你若发现那地方啊比我说的还邪乎，你得当众给许小姐的雕像磕3个响头，喊3声学生有眼无珠。在下这就去桃源县，告辞。王兄，你我分头行事如何？我从招公门进，你从富贵门进，咱们城里会合也好。哦，又来一个想进城干活。正是，在下听闻桃源县招工，特来应征。啊，不行不行，这细皮嫩肉的，一看就是没干过活的，不要。你凭什么不要？我们许小姐说了，招工要看体力，不看脸。你这小身板，扛不动1袋水泥，进去也是白吃饭。你要是能扛起1袋，走10步不喘气，我就让你进。
看吧，我就说不行，赶紧走，赶紧走，别耽误我吃烧饼。现在的年轻人了，一个个长得人模狗样的，就是不中用。入城管理条例念一遍，签字画押。怎么有问题？看见没？这是停车线，脚不能踩，踩了罚款10文，这钱进公共卫生基金。您的善举我们记下了。验明正身，靴子脱了，检查鞋底沾泥了，20文一双，套上。进吧，欢迎来到桃源县，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这位爷，你也是新来的吧？那您可来对地方了。这桃源县呢，是个好地方。您瞧瞧这街道多干净。自打许小姐立了规矩，城里连痢疾都绝迹啊！痢疾？以前咱们这儿一到夏天就闹痢疾，死人都死了好几10个。后来许小姐说了，要讲卫生，不能随地大小便，不能乱扔垃圾，还得勤洗手。刚开始大家都不乐意，觉得麻烦，可后来发现这规矩一立，病就少嘛。您瞧，这洗手的地方都是许小姐自掏腰包建的，水都是免费的。如果许清欢真的是个贪婪的奸商，为什么要花钱建这些东西？桃源县的违规条例竟然比大钱律还要严苛。别急，许小姐说了，今儿个是抢钱节，去晚了连倒茶都摸不着。这就是你们说的暴乱？可怪水蒙了吧？这是秋收节，许小姐说了，今儿个谁下地干活，不仅管饭，还能领20文赏钱。不说了，我得赶紧去，晚了镰刀就被领光了。移植造假，粉饰太平。裴兄，看来英雄所见略同。自古贪官为了祥瑞，常有连夜从邻县移植庄稼，至官道两侧的戏码。看来这位许小姐不仅懂经商，还深谙官场那一套糊弄人的把戏。是真是假，下地一验便知。这不可能，这绝不可能。江南的上田也不过如此啊！这里是豫州，是汉地，障眼法定是昨夜刚插进去的。裴兄，这是熟土啊！这是被地利滋养到极致的熟土。李文成那个蠢货说他在炼毒，这哪里是毒，这是地利正午啊！哟，两位贵人，这是吓傻了。许小姐说了，今儿个谁割下第一刀，谁沾喜气。别嫌脏，这地里的东西比金子还贵嘞。拿着，让开让开，都让开。1亩地收完了，上称。我来，我亲自称。多少？裴兄，多少？43斗。祥瑞，这是天降祥瑞呀！笔墨，快拿笔墨来，我要写奏折，我要告诉陛下，大钱有救了。这桃源县藏着真龙啊！原来这就是神农。有点意思。43斗，许有德，许有德。朕以前只当你是个贪财的草包，没想到你是在这儿等着朕呢。传旨召内阁几位大学士即刻进宫，哪怕是爬，也要给朕爬过来。学生有眼无珠，叩拜神农。亩产4担，陛下，这裴寂莫不是失心疯了？这是妖言惑众，是欺君啊！妖言，朕尝过了，是真的。陛下天佑大钱，此乃万世不拔之基。许家这是立了擎天宝驾的不世之功啊，请陛下重赏。赏是该赏，人家连家底都掏空了，给朕的大钱铺路，给朕的百姓造饭。这种活菩萨，朕若是不赏，岂不是让天下寒心？拟旨。
豫州商女许清欢心系社稷，贤良有功，乃女中尧舜。特赐玉璧金匾1块，瞒着还没完。既然许家富可敌国，既然许清欢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手段，那就让他替朕分分忧吧。父母那个骷髅，朕不想看了，太闹心。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陛下，那边若是让他……就这么办了，去吧。谁？哪个刁民在背后算计本小姐？总有刁民想害朕。我输了。4蛋3豆，这位仁兄也是被这祥瑞吸引来的吧？在下不才，对此等农桑之事也略懂一二。这稻谷虽好，但若无朝廷运筹帷幄，怕也难成气候啊！毕竟民终究是民，离了官府的统筹，便是一盘散沙。裴兄，你说是吧？咱们读书人看事情要有格局，要看到这祥瑞背后的朝廷之功。裴少卿，您怎么会在这里？还弄成这副模样？这是微服私访，体验民情。王督察，本官这格局确实不如你大。裴青，你看这稻穗它压得这么低，是不是像极了咱们大钱百姓那常年弯下去的背？但只要这根扎得深，根基在土里，那么他的腰弯得再大，也是我大钱挺直的脊梁。学生受教。圣旨到！上天有好生之德，竟然有如此圣物，这圣旨真是赢得好啊！许有德、许清欢，接旨吧。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特迁许有德为应天府江宁县知县，即刻赴任。其女清欢聪慧敏捷，特封安国县主，10亿千户，随父赴任。江宁县那个前任知县上吊了，前任落水淹死了的江宁县，陛下这是嫌给赏银太心疼，直接把许家扔狼窝里了。臣许有德叩谢皇恩，闺女听见没？江宁遍地是丝绸的江宁。安国县主身子骨可得硬朗些，陛下有句口谕不方便写在圣旨上，特意让咱家带给县主。岭南的荔枝再甜，送不到北境也是白搭。那边的将士还在雪窝子里啃硬馒头，手脚都冻烂了。陛下说了，您这双手能点石成金，放在这穷乡僻壤可惜了。江宁那边每年的税银都是一笔糊涂账，户部查不清，也不敢查。既然县主封号安国，那就得替陛下分分忧。这税银若是收不上来，或者数目不对，那这安国2字怕是要变成安息了。他再说想活命去江南杀出一条血路。既然如此，臣女领旨，请公公转告陛下，江宁这块硬骨头，许家肯定了，只盼到时候银子太多，别撑坏了户部的库房。好志气，咱家会在京城静候县主的佳音。闺女，收拾东西，咱们搬家。到了江宁，爹给你买最好的宅子。我要在那儿秦淮河边上盖一座比琉璃阁还要高的楼。
爹，你知道江宁上一任知县是怎么死的吗？管他怎么死的，那是他没本事，没钱打点。咱们许家缺那点打点银子吗？我是怕你有钱没命花。许有德、许清欢，一个豫州的暴发户，带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黄毛丫头，也配来江南分一杯羹？许老要不要在半道上？粗俗！朝廷派来的人死在路上多难看，既然来了，那就让他们进城。这江南的水深得很，来了容易，想走那就得把命留下了。正好秦淮河里的鱼最近有些饿了。爹，那破烂玩意儿就别带了。江宁什么没有，您抱这个马桶盖子也不怕丢了安国县主的脸。你懂个屁，这叫不忘本。很好，主打一个悄悄的进村。到了江宁，要置办多少亩桑田，要买几个秦淮河上的清官人回来唱曲儿。哎呦，哪个不长眼的狗东西，敢挡老爷去江宁发财的路？不想活了是吧？给老爷我装！闺女，这是送咱们的。爹原来是个好官啊！不对，剧本不对啊！我是来演恶人的，这么搞下去不会扣钱吧？都在这儿挺尸呢，不用干活了吗？挡着本县主的路，耽误了我去江南享福的时辰，你们赔得起？县主骂得对呀，咱们这帮泥腿子是不该挡了县主的前程。县主是为了咱们才要去江南那种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受罪啊！我什么时候说要去受罪了？我是要去当祸害的。县主怕咱们少挣了工分，心里装的还是咱们能不能吃饱饭。县主到了那边，若是有人欺负您，您就把这伞伸开，让那边的人看看，咱们桃源县几十万口子都是您的娘家。这阅读理解能力是不是有点太超前了？你们是上过补习班吗？黑兄，你说这世上还有比这更干净的民心吗？这才是王道啊！以雷霆手段显菩萨心肠。他明明可以直接走，却非要用这种方式逼百姓回去耕作。忍痛割爱，断尾求生。他是为了不让这些孩子有了依靠就懈怠，才走得这么决绝。此等心性，当真是虽千万人吾往矣。退休金人民币500万元已存入现实账户。闺女，别难受了。难受？我为什么要难受？爹，到了江宁，给我买个最大的宅子，我要带花园的，带湖的。这就是那帮世家给的第二个下马威，真是有趣。这就是江宁县衙？那我是来当官的，还是来放驴的？给本官开2间上好的天字号房。客满。别说是上房，连柴房里的耗子窝都住满了。几位，请回吧。闺女，要不咱去求求那几大世家，哪怕是送点银子，先让咱有个落脚地也行啊。求他们？那是给他们脸了。问你，这江宁城里有没有那种大的离谱、空着没人住，谁都不敢买的宅子？
有是有，城西有座留园，那占地100亩，只是就他了。不行啊，那是出了名的凶宅，死了3任主家了。传闻里面全是可怕的哭嚎声，还要3万两银子，这就是个烂摊子。怎么这么便宜？你是不是看不起我？我要的是能配得上本县主身份的宅子。我出4万两，现银马上交割。只有一个要求，今晚之前给我把里面打扫干净。这是定金，去喊人，不管是乞丐、流氓还是码头的苦力，只要是有手有脚的，都给我叫去留园打扫卫生。每个人1晚上1两银子，现结，不限人数。你知道能扛300斤，县主，我有高手，我现在就去，我全家都去。爹，看见了吗？在江宁，世家的规矩是大，但有一个东西比他们的规矩还要大，那就是钱。只要银子给够了，别说是鬼推磨，磨推鬼都行。4万两买个鬼宅，是疯了不成？徐老现在全城的百姓都在传，说新来的县主是财神爷下凡，连鬼宅都能镇得住。去给曹帮带个话，明儿个该收那笔过路费了。这井底下莫不是塞了个死人？我的亲娘嘞！老杨头，挖着啥了？咋跟见了鬼似的？该不会是前任房主埋的银元吧？都给我站住！老杨头，把东西盖上，快去请老爷和小姐，就说井底下挖出了那东西。你是说金砖？多大？成色咋样？有一箱子没？快带我去！我的祖宗哎，这哪是凶宅，这是福地呀！这就是老天爷给咱爷儿俩发的年终奖啊！爹，淡定，格局，注意格局。李胜进场了吗？还没，那几个苦力眼尖看见了光，说是见者有份儿。行啊，那就给他们份大的。走，去看看，看我眼色行事。今晚本县主给你们表演个绝活。凭什么不让看？那是我们挖出来的，这地下的东西是无主的。谁让你们把他挖上来的？你想死是不是？你想死别拉上本县主。李胜，快让人拿黑狗血来，还有糯米，越多越好。这井底下镇着前朝被满门抄缠的冤魂，那些金子是道士做法用来买命的，谁碰了谁就要替死鬼偿命。你们仔细看看，那金子上是不是有红斑？那是血沁进去的，那是厉鬼拿着钱去城隍庙烧香。今晚的事谁敢往外说半个字，厉鬼上门索命，拿了钱滚。李胜，关门。闺女，真有鬼？有啊，穷鬼比厉鬼还可怕。走，下去看看，这前朝首富给咱们留了什么见面礼。我的个新娘祖宗大老爷，发了，闺女3万两啊！以后我也能拿金装垫桌脚了。李叔，清点造册，分批运出，闷声发大财。也是宝贝，难道是金佛？切，不就是个破纺车吗？劈了烧火都嫌费劲儿。我操，这他爹的不是珍妮纺纱机吗？这哪是破木头，这分明是工业革命的一粒火种，是一台能把世家大族碾进尘埃里的核武器。爹，你让开点，别挡着光。给本县主动。就好比给原始人一把 AK-47，却没有给子弹，
空有大杀器，却只能当烧火棍使。可惜了。找几块最厚的油布，把这东西包起来。记住了，这东西比那堆金子还重要。大小姐放心，这事儿我亲自办，烂在肚子里。爹，别啃了，那是金子，不是酱肘子。仔细崩了牙。闺女，这可是3万两啊，还是前朝的赤金。这钱得运上去，不能留在这儿。硌得慌不？硌？这哪是硌，这是给你爹做按摩呢。你不懂睡在钱上，这心里才踏实。光有图纸没用，我需要那种懂机械、脑子活的技术宅。在这世道，疯子往往比天才更难寻。哎，徐徐图之，徐徐图之吧。我的大印呐，昨儿个明明顺手塞这盒子里的。大人，您这找法不对，这官印乃朝廷重器，自带官器，真要是丢了，那只能说明这衙门的风水他不认主啊！放屁！我是皇上亲封的，谁敢不认？闺女救命啊！爹，别找了，印丢了正好，无印那就不审案。咱们今天讲理。不升堂，改行算命了。站住！怎么，县主这是要拦客？小的可是代表赵家来给知县大人请安的，还没听说过有人敢拦赵家的路。凡庶民见官，须正衣冠，去华氏，以示敬畏。违者杖20，罚银50两。赵管家，你这是想造反，还是觉得你们赵家已经大过皇上了？这是天大的误会！进了这衙门的地界，穿成这样想走，可就算藐视公堂，加意图谋反了。开展了一项新业务，良民皮肤租赁，10两银子半个时辰，概不赊账，现银交易。赵管家，讲究，这身良民，衬得您老人家生机盎然，绿意心头起啊！站住！又怎么了？衣裳换了，钱也交了，还要怎样？规矩，地拜帖。给！这就是赵家的墨色不正，字迹虚甚虚，纸张俗气，要价。当今圣上直书其刑，连个缺笔避讳都不做。怎么，你想起兵？重写，按这个章法写。这是谏官，你这是考状元吧？赵家的规矩。这张渗墨了，5两换新的。这块墨太臭，10两换带香的。这个字歪了，重写。行吧，虽然字丑得像鸡爪子刨的，但好歹能看懂。进去吧。一虚虚，哪来的大青蛙精？快插出去！许大人，是我赵福，我穿了绿皮，跪了一下午，血断了手腕，花了300两。这江宁的案子您到底审不审？这大条您到底升不升？审啊，本来是想审的，本官都准备好大展宏图了。可是真不凑巧，本官的大印今儿早晨不知道放哪儿了，找了一天都没找着。没印就发不了签，没签就升不了堂。要不赵管家受受累，帮本官在桌子底下找找。素质太差，下一个。这种东西谁拿得出来？我有地契，这就足够了。拿不出来，既然你证明不了这地契的合法来源，那本官就有理由怀疑。来人，将这个在公堂之上咆哮大骂的狂徒给我插出去，田契暂由县衙扣押。我们真的没钱交租啊！求您别赶我们走。谁说要赶你们走了？这地契既然成了赃物，在案子查清之前，这就属于争议田产。资委任原佃户张老汉为县衙官田看护人，每年向县衙缴纳30%赋税即可。谢谢田大老爷。300两，我赵家的脸面被他按在地上踩了一整天，
最后就换回来这么个东西。那一身绿，亮得连秦淮河底下的王八都能看见。你那是丢脸，我这是要命。王贵还在县衙的大牢里关着，我去捞人。那衙门口的师爷怎么说？他说要依照大钱律，先证明王贵是他娘亲生的，证明不了，那就是流民。细作，荒唐！我王家在京城的靠山是吏部左侍郎，那是管着天下官员帽子的祖宗。如今在自家的地盘上，被一个黄毛丫头用一张籍贯文书卡住了脖子。这要是传出去，京城那边的政敌能把弹劾的折子堆满御书房，说我王家连个家奴的出身都管不明白，还想管江南的地？诸位都冷静些，你们只看到了他的狂，没看到他的刀。4万2千银买一座没人敢要的凶宅，这是在向江宁的百姓亮家底。公堂之上扣押地契策反佃户，用证明你娘是你娘，这种看似荒谬实则无解的逻辑闭环扣押王贵，这是在向我们亮手腕，告诉我们他懂法，而且比我们会用法。若是继续把他当成肥羊宰，下一个继续穿绿马甲的，他就是我们在座的各位了。那又如何？我家老三督察院任右都御史，哪怕是拼着鱼死网破，我也要参他一本。愚蠢，鱼死了，网未必会破，但赵家这几年的生意怕是要先断了。许清欢手里握着圣旨，那是皇上的脸面，你现在去参他，那是打皇上的脸。杀猪何必用牛刀，弄得满地是血，有辱斯文。他能读得懂大钱律，可他读得懂广韵吗？重启锦绣宴，妙，实在是妙！我要在锦绣宴上把这份羞辱100倍的还给他。记住，这次要用软刀子，我们要笑着请他入局，然后看着他哭着去死。江宁来的。陛下息怒，许县主年纪小，不懂事，奴婢这就传旨去申斥。申斥？好一个良民，好一个大权律，你看懂了吗？李半半，什么不拘一格？这叫行法。这丫头她不敬法，她玩的一手好法，这分明是个披着商贾皮囊的法家酷吏。比朕养在刑部的那几条狗，哑口都要利索。陛下，那咱们要不要帮一把？帮他做什么？若是连这点场面都撑不住，他就不配做朕手里的刀。传朕口谕给暗桩，盯着江宁，只要他不造反，把整个江宁烧了，朕也认。对了，朕那个骁勇的老二呢？又不见了人影，这回是去哪家王府打秋风？回陛下，他要去行侠仗义，助那人一臂之力。哪来的风乞丐？晦气！滚开！别挡了大爷的路！这几个刁民强占我王家城西的100亩良田，抗卒不交，请大老爷即刻下令将这些刁民逐出江宁。喊什么喊？本县主耳朵又不聋。判案嘛，自然是可以，但这衙门不是谁嗓门大谁就有理。规矩在江宁，地契就是规矩。那是以前，现在这衙门姓许，就得按大钱的律法来。诉状呢？没有诉状，怎么知道你告的合适？去写好了再来。好，我写。慢着，你是何人？我是王家人，这张脸就是凭证。你去街上打听打听。法律讲究的是白纸黑字，不是刷脸。请你出具族谱，或者是令堂的生产记录，哪怕是稳婆的证词也行，来证明你娘确实是你娘。行侠仗义，那是杀人不见血的修罗场。快派人去追！罢了，不用追了，让他去。既然那许丫头是个疯子，再加个傻子，这一锅粥怕是能熬得更烂些。
我许无忧仗剑天涯，回来啦！莫非是妖术？哎，那是谁家的车？停下！没长眼啊！挡着老子送货，误了终点，扣你工分啊！没看见这是动物车道吗？行人走两边人行道，懂不懂规矩？规矩在这桃源县，本公子就是规矩。你不认识我？不认识，去那边墙根底下蹲着，把入城文明公约背10遍再进来，不然罚款50文。老丈，打听个事，徐有德那个老东西住哪儿？你是他什么人？我是他京城来的债主，听说他欠了一屁股债，都要卖儿卖女了，我来收那最后一点利息。来人呐！有人要找许大人的麻烦，是个来碰瓷的。哪来的小王八蛋，敢来桃源县撒野，找许大人的晦气也不打听打听，这水泥路是谁修的？没有许小姐，咱们还在啃树皮呢。你想动许家，先问我答不答应？误会，诸位乡亲，全是误会。我是徐有德的亲戚，远房的大侄子，我是来投奔的。刚才那是开玩笑，活跃一下气氛。别说，这眉眼是有那么点像许大人，尤其是这股子又怂又横的劲，原来是许家的大少爷。来晚喽，许大人高升了。高升？可不是嘛，圣旨都下来了，说是去江南享福去了。许小姐也被封了县主。小伙子，你这亲戚算是投对了，赶紧去江宁吧。好得很。给我一匹最好的马，去江宁。为了给你送那50两救命钱，跑死了2匹马，生怕回来晚了，只能给你收尸。你在这江宁干嘛呢？想更大的福，也不叫我是吧？去江宁这种地方，不仅能贪污，还能捞油水，更能天天吃香喝辣的好地方。你竟然不写信告知我，爹，你这是大不孝啊！混账话，哪有老子不孝儿子的？那是大不慈。呸，也不是，那是不慈。有什么区别？反正你对不起我。咱家现在是谁当家？是谁在外面拼死拼活给你们挣脸面？这许家的顶梁柱是谁？哥，喝口水，润润嗓子。骂累了吧？骂累了就歇会儿。爹也是怕你在京城担心，想给你个惊喜。惊喜？这叫惊吓，这叫诈骗，这是把我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既然来了，那就别走了。这江宁城里的牛鬼蛇神太多，我和爹2个人忙不过来。以前是你护着我们，现在该换我们护着你了。就凭你，还是凭那个抱着马桶盖的老头子？这江宁的水深着呢，4大世家、曹帮、盐商，还有京城那边盯着的眼睛。既然我来了，那这江宁的天也该换个颜色了。啥颜色？咱们能不能换个吉利点的，比如金色？闭嘴！这就是传说中富得流油的江宁，还不如桃源县那个大烟囱看起来顺眼。少这位公子好生威武，有眼光。冲你这句实话，今儿这顿饭就在这儿吃了。公子，请上2楼雅座。松鼠桂鱼要热透的，汁儿要浓，别太酸。狮子头肥瘦3、7分，少1分都不行。再来胡竹叶青，别拿兑水的糊弄我，爷舌头灵着呢。吃顿饭都不安生。王家、赵家，又是这些人。我都舍不得欺负的妹妹，你们算什么东西？
你谁啊？瞎了你的狗眼！知道本少爷是谁吗？敢踹我的门！这妞，我看上了。我还没听够，你就敢动手动脚？骂老头子我忍了，毕竟那老东西确实欠骂。有时候我也想揍他2顿助助兴。但是抢我看上的女人，还敢骂那个死丫头是村姑？谁给你的勇气？疯子，都给我上，弄死他！想走，经过我同意了吗？来，给爷展开说说，刚才谁说的要教那丫头规矩？我说你们这纨绔当德也太次了，强灌酒，嘴臭，就这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简直拉低了我们纨绔界的平均水平。以后想当恶霸，先来找我拜码头。现在给爷滚下去洗洗脑子。不要啊！走你！不错，是个美人胚子，哭起来更好看。这妞爷要了。公子，这就带她走。赵家那边，谁说只是他？那个，还有楼下唱曲的那个，这醉红楼里只要长得好看的，爷全包了。以后这些人归我罩着，谁敢动他们一根手指头，就是跟我许无忧过不去。刚才那2个落汤鸡就是下场。都别哭了，哭什么哭？爷把你们从那烟花柳巷里捞出来，是让你们来享福的，这叫从良，懂不懂？大少爷，奴家不求别的，只求个全尸。造孽！几千两，你个败家玩意儿！你是嫌你爹我的命太长，这么多张嘴啊，这么多张嘴，这是吃饭吗？这是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爹，您听我解释。我不听，都给我卖了！趁着还没天黑，赶紧找牙婆来。不行，不能卖。哎呦，气死我了！留着他们下崽吗？这是脸面，我话都放出去了。脸面多少钱一斤？除了你妹妹，还没人能让我亏本做买卖。爹说的对，这买卖确实不能亏。哥，干得漂亮！爹，您是不是忘了，咱们家现在不差钱，那井底下的金子，您就是把牙崩了也啃不完。这不叫造，这叫格局。本县主有的是钱，我也要听曲儿，我也要看跳舞，我也要快乐。接着奏乐，接着舞啊！你以后每日给我练10首新曲子，把那些咿咿呀呀、哭坟似的哀怨调子都给我扔了。我要听欢快的，要听那种鼓点一响，让人血脉公张。还有你们，把那些扭捏作态、专门伺候男人的艳俗招式全收起来。本县主要看的大开大合的东西。闺女，这传出去不好听啊，哪有正经人家的大家闺秀呀？养这么多粉头戏子的。爹，您这半辈子汲汲营营，为了碎银几两，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哪怕在那桃源县只手遮天，您哪怕有一天是真正为了自己舒坦而活的吗？哎，爹这不是穷怕了吗？我乏了，这世道，男人求全，女人求存，人人都在苦海里熬，可我偏不。都给我听好了，既进了我许家的门，以前那些烟流往事便一笔勾销。但我许家不养闲人，也不养只会哭啼的受气包。从今以后，月钱在原先的基础上翻倍，但我只有一个要求。从今往后，你们只需要取悦本县主，或者取悦你们自己。至于其他人的脸色，谁爱看谁看，本县主这儿不伺候。奴家谢县主再造之恩。这才是真正的霸气。爹，我觉得妹子说的对，这就是气魄。您看这架势比那赵家老头强多了，这才叫当家主母的风范。罢了，败家就败家吧，就当是破财免灾了。李胜，这满院子的人才养在深闺里，岂不是暴殄天物？去，给我把江宁城地段最好的那栋楼盘下来，这些人咱们都要负责到底。
还要买楼？闺女啊，咱家就这么点家底。爹，您眼光放长远点，我要在江宁开一家前所未有的销金库，不卖身只卖艺，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百花楼。我要让这百花楼成为江宁乃至整个大钱最吸金的地方，把那些世家的酒楼生意通通给我挤兑黄了。